这是最奇葩的国家，一条高铁修了16年，结果却连一条铁轨都没铺下去，前后花费了近100亿，唯一的成果只有上百 G 的 PPT。这个国家呢，就是越南。自从2006年越南死磕上高铁之后，这个现在在中国再平常不过的基础设施，却成了整个越南的伤疤。前后16年，花费近100亿，越南的高铁不是胎死腹中，就是只能做到在 PPT 上感应超美。眼看着中泰高铁、中老高铁的全线通车，这个昔日中南半岛的希望之星却被绊倒在了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第一步，以至于越南狠下心来，第5次向全世界宣布要在高铁之路上死磕到底。事实上越南难产的高铁本可以避免如今的尴尬局面，因为从一开始越南就将我们拒之门外，反而对日本的新干线情有独钟。在当时由于日本在新干线技术上得天独厚的优势，再加上日本同越南一样都是狭长拥挤的 S 型国土，越南便第一时间将日本视为了他们高铁修建的唯一希望。对于日本来说，送上门的买卖自然也不会放过。就这样双方一拍二合，轰轰烈烈的越南高铁修建从此正式拉开了帷幕。此时的时间是2006年，要知道中国的第一条毫无争议的高铁正式运行，也就是在2008年。换句话来说中国和越南的高铁技术发展几乎是在同一个起跑线，而短短16年之后，一个是高铁总里数3.2万公里，举世震惊，一个是仍然停留在 PPT 上，让人瞠目结舌。然而这种天差地别其实是越南和日本这对卧龙凤雏携手造成的成果。一方面，日本将越南高铁当成了发家致富的香饽饽，不光拖延了4年，在2010年才拿到设计计划，光是计划上的数字就让越南大跌眼镜。短短1570公里的高铁，总预计投资高达560亿美元，这相当于当时越南总 GDP 的60%。设计时速也才勉强达到300公里每小时。这也就意味着，从河内到胡志明，如果选择高铁，天文数字一般投资将会带着票价一起，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有了高铁却买不起，就会让越南的国家之光变成只能展览的花瓶。这还不算之后的维护费、打理费，杂七杂八算下来修建高铁成了一件赔了夫人又折兵的赔钱买卖。这更要命的是日本人在越南高铁上还充分发挥了工匠精神，前后设计的施工时间高达25年，相比较于中国的第3年就通车，漫长的施工时间第一次打击了越南的高铁梦。